大家好，阿 Sam。咁首先同大家拜個年先，恭喜發財，希望大家蛇年行好運，身體健康。咁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下關於491同494簽證嘅小貼士啊。嗱，咁乜嘢係491同494簽證咧？491咧就係偏遠地區政府擔保簽證，494咧就係偏遠地區僱主擔保簽證。嗱，咁其實啊，喺有香港特別通讀 Hong Kong Stream 之前咧，佢哋係一個好熱門嘅選擇。咁當然而家因為有 Hong Kong Stream 啦，咁就其實佢哋就喺香港人當中唔係一個咁常聽到嘅 pathway。咁但係佢哋喺台灣或者中國大陸嚟嘅朋友當中咧，都係依然係一個好熱門嘅選擇。原因係咩咧？就係話，只要你持有呢兩個簽證喺偏遠地區居住滿3年咧，就可以申請191，就偏遠地區嘅技術永久簽證。咁係一個相對比較簡單啲嘅申請啦。咁所以其實到今時今日都係一個幾熱門嘅選擇，而亦都有啲香港人咧，其實都係揸住491嘅或者494嘅。嗱，所以今日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一啲我哋遇見嘅一啲問題啦。咁當俾大家作參考啦。咁就第一條問題。究竟如果你係揸住呢個491，而係一個副申請人，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話你攞到呢個 visa， 其實係因為你係主申請人嘅伴侶，而基於呢樣嘢你係獲得呢一個 visa 嘅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你可唔可以再去 sponsor 另一個 dependent 咧？咁通常發生咩事咧？就係因為3年時間啦，係咪先？話長長話短唔短，時移世易，咁可能一個簽證持有者已經同佢之前嘅伴侶嘅關係已經破裂咗啦，咁而佢識到個新嘅伴侶喎，佢就希望可唔可以為一個新嘅伴侶提供一個 sponsor， 咁 sponsorship 就可以幫佢同人哋攞到一個491或者494嘅簽證咧。咁答案就否定。嗱，原因係咩咧？原因就係咧，副申請人喺同主申請人關係破裂之後咧，副申請人嘅簽證咧係有機會被移民局取消。如果移民局知道咗佢哋關係破裂，詳情可以睇翻 section 116 subsection 1 paragraph A of Migration Act。咁條文講咩咧？就係話基本上，如果當日批簽證俾你嘅基礎係不復存在嘅話咧，你所持有嘅簽證咧就有機會被取消啦。咁就以我哋頭先講個案例為例啦，就係話你攞到嘅 visa 係因為你係主申請人嘅伴侶。而好不幸地關係破裂，你已經唔再係主申請人嘅伴侶啦。咁基於呢個原因，如果移民局知道咗嘅話咧，移民局咧係好有機會取消你嘅491或者494簽證。嗱，咁同人哋可能有啲細心啲嘅朋友仔就問啦，咁如果嗰個係一個永久簽證咁又點咧？永久簽證係 different story， 係啦。有興趣可以睇睇 section 117 Migration Act。咁呢度就過多個敘述啦。嗱，另外一樣嘢我哋成日都會間中聽到咧，就係話有啲求助人就話我收到 advice 就係話，如果我去開個新嘅 email account，咁移民局就睇唔到我過去嘅簽證記錄啦，係咪咁樣咧？答案係否定嘅，係。其實 email account 係乜嘢咧？ email account 係個網上嘅一個 portal 啦，就係俾移民局去處理簽證同埋入籍嘅申請啦。你可以理解佢成為一個電郵信箱，咁所以你可以理解到就係我如果多過一個電郵信箱，係咪就會俾我有唔同嘅身份咧 identities 咧？咁呢個當然係唔存在啦，因為其實無論你有幾多個 email account、幾多個 email address， 其實喺移民嗰個電腦裏邊，你都係一個 profile， 因為你嘅 passport number 冇改變，你嘅名冇改變，係嘛？甚至乎你一啲我哋叫做你嘅生理特徵一啲matrix 都唔會改變，所以絕對唔存在呢啲嘢，大家千祈唔好相信。咁最後，如果你真係咁不幸收到一封叫做移取消簽證通知啊 ，Notice of Intention to Consider Cancellation（NOICC） 啊嘛，咁你應該點做咧？即係我哋行內就叫做 Procedural Fairness Letter 啦。咁你收到嘅時候咧，盡快去揾一個有經驗嘅移民法律師去幫你處理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呢一個時候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，去避免你日後以萬元計嘅法律費用
同埋以年計嘅複核申請。收到呢封信之後，其實處理得好嘅話，係可以避免你嘅簽證被取消。喺我嘅經驗，我處理過個案當中，我會同你講，我覺得有兩三成其實根本佢哋就唔需要打官司。如果當佢哋喺第一個機會、第一個 step 嘅時候，就揾一個有經驗嘅移民法律師幫佢哋，佢哋係唔需要喺後面有年計嘅複核申請同埋數萬元嘅分費。咁我希望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一啲tips 可以幫到大家啦。嗱，如果有咩具體問題或者需要更多詳細資料嘅，可以上翻我哋嘅網站，聯絡我哋安排20分鐘嘅 free consultation。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，拜拜。